上周累死了，我这周一定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穿那么奇奇怪怪看什么看，滚一边去。好嘞，这周我一定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我靠，你们是谁啊？ BBC CNN 大纪元。你俩打那么轻是没吃饭吗？宇宙主佛，快来救我呀！啊！嘘，小声点，我们拍照要偷偷的。今年5月35日，这个对于中共来说很不吉利的日子，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造访了北京中南海，与习近平在一座名为纯一斋的院落会晤。这场低调的会见，中国官媒照例只含糊报道，会见地点在中南海。但白俄罗斯那边发布的照片中，院门匾额清晰写着纯一斋。白俄罗斯媒体还把会谈的部分视频放出来了。会谈时，习近平亲口透露，我的办公室就在隔壁，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里接待您。这一句话让敏锐的媒体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息。习不是和奥巴马说一直在瀛台办公吗？怎么他的办公室突然搬到纯一斋来了？瀛台是中南海南湖心的小岛，四面环水。自江泽民时代起，外界一直认为那里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起居和办公所在地。早在2014年 APEC 峰会的时候，习近平就在瀛台款待了美国总统奥巴马。两人漫步小岛时，奥巴马随口一问：“平平，你平时在哪里工作啊？”习近平指着身后灯火通明的韩元店，笑着回答：“就在那边办公，累了我就来这里走走。”这一幕被美媒披露，相当于默认瀛台就是习主席日常办公之所。然而几年后的今天，习近平却对另一位外宾特意强调他的办公室在纯一斋隔壁，而且还说明这是第一次在这里接待贵宾。这么反常的剧透引发了无限猜测，难道习近平已经搬离了他钟爱的瀛台？那纯一斋究竟是什么地方？他为什么要挪地儿？要解开这些疑问，我们必须先弄清中南海的内部结构和历史的变迁。接下来就让我们闯入中南海的红墙迷宫，拨开红墙与翠柏织就的神秘面纱，揭开这座中国政治中枢的隐秘世界。因此，狗剩拜访了2位曾多次进出中南海的知情者，查阅了海量资料。狗剩团队还还原了中南海内各个建筑清晰的照片，绘制出了目前市面上最完整的中南海地图。接下来，我们将层层展开，从中南海的历史脉络、内部格局到历代掌权者的生活变迁，我们会把红墙之内形形色色的众生一一抽丝剥茧。好，我们假设张狗剩真是习的东厂密探，现在开车带着您手持通行腰牌混入中南海。观众小伙伴们请系好安全带，不，请盯紧屏幕，我们要突破封锁线了。 Welcome to 中南海。1949年3月24日，马达轰鸣，毛泽东与中共一众开国元勋乘坐从国军手里缴获的美制战地指挥车，告别河北平山西柏坡，向他们心仪已久的古都北平进发。当天夜里10点，队伍到了颐和园，先在颐和园落脚。第二天，毛泽东搬入了离颐和园不远的香山公园双清别墅。党中央办公选址随之摆上台面，要不要住进中南海？那时候不同意的可是真敢举手。党内很多人都反对入主中南海。彭德怀直言不宜住进封建帝王家，文化界的梁思成也公开强烈反对。封建帝王毛泽东当然想住，但是不好意思说，于是让周恩来出面提议，以中南海为新政权中枢。他自己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拍板定案。于是乎，9月21日，进京半年的毛泽东从香山正式入主中南海丰泽园。随后，新政权的诸位巨头各择其所。朱德看中中海西北岸清幽的永福堂，刘少奇选在靖古名为万字廊的院落。周恩来先与毛同住丰泽园，后来迁入了西花厅。邓小平、陈毅、谭震林、李富春等则在怀仁堂以西的庆云堂办公，各路办公机构也随之鱼贯而入。自此，红墙合拢，中南海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心脏。第一代仇富者联盟会师红墙之内。中南海位于故宫西侧，包含着中海和南海2片碧蓝的湖水与环绕其间的园林公园。大家肯定很多人去过故宫，我就拿故宫类比一下中南海的大小。单单地上面积，中南海就要比故宫大40%。中南海有一半是水域，名字里的中南海2字正是取自那2汪湖泊，中海、南海。因此，中南海大致分为南北2大片区，南区环绕着南海湖，主要驻扎中共中央机关；北区依傍着中海湖，以国务院系统为主。
长安街北侧的新华门是中南海面对外部的正门，大门上方悬挂着老毛写的为人民服务金字巨匾，只不过门内门外俨然是两个世界。走进新华门，顺着左侧林荫小路向北走不多远，可以看到一片相对现代的灰色楼宇建筑群，内部俗称西楼。西楼内林立着办公楼和首长宿舍，书记处书记们和中办主任都在这里住。中办主任被称作大内总管，需要日理万机，全天候待命。现任中办主任蔡奇就住在西楼，方便随时跑去平平办公室请示汇报。西楼也是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们的后勤中枢，红墙内的大事小情都从这里运转调度，像机要交通处、机要秘书室等神秘机构就在这个里面，为中央高层传递绝密文件和电讯。这里就相当于皇宫内务府。沿着西楼再向东北方向走，是一大片开阔的仿古宫殿式建筑群，正中央耸立着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殿，那就是怀仁堂。怀仁堂原来是清末慈禧太后修建的颐銮殿，在义和团之乱中被八国联军一把火烧没了。慈禧不甘心自己的大 house 被烧了，在中海西岸又建了一座新颐銮殿，并改名为叫佛照楼。他本人1908年便在那殿中咽了气，终结了晚清的余晖。等到了民国，袁世凯搞复辟称帝那些把戏前夕，把新颐銮殿改名为怀仁堂，一副想当人君的样子。袁大总统在这儿接见过外国使节，接受新年朝贺，死后灵柩也停在这堂子里。他之后的几任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徐世昌都沿用过怀仁堂办公。新中国成立后，怀仁堂成为党中央大型会议和活动的重要场所。小伙伴们在新闻上看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工作会议以及重大外事接待，经常就在怀仁堂里面举行。1976年那场决定中国走向的宫廷政变粉碎四人帮也是在怀仁堂上演的。89年4月15日，胡耀邦就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时突发心脏病倒下的。当时赵紫阳等领导在场，恰巧来京述职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随身带着急救药、硝酸甘油，立刻给胡耀邦含服。医务人员们就在怀仁堂就地抢救，但终究回天乏术。胡耀邦的去世也成了6·4的导火索。怀仁堂往北不远，有一片低调的小院落，俗称西花厅，院内遍植海棠花，因此得名。自周恩来始，历任国务院总理大多在此办公居住，总理住西花厅由此成为一项传统。西花厅建筑面积差不多是3300平方，是一组坐北朝南的院落，由主院和多个侧院组成。西花厅正房前有一片开阔的平台，之前是一个荷花池。周恩来入住后，让工作人员把池底填土种菜。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医院病逝。数日后，邓颖超把周恩来骨灰中的一部分就撒在了西花厅院内花坛中。后来华国锋兼任总理期间，赵紫阳出任总理期间，还有温家宝、李克强也都相继在这工作和生活，使这个两进的四合院成为中国总理生活工作的代名词。与西花厅隔湖相望、格局相仿的是东花厅。这两座花厅原本同属清朝摄政王载沣府邸的一部分，院中都栽种着一株帅气逼人的海棠古树。李先念就是东花厅早期的住客。80年代初，李先念又搬到了中南海北院核心处汪东兴修的一个大宅子。李先念92年去世后，按说家属应该搬出去了吧，但是他的夫人林佳梅一家子一直赖着这个大宅子不走，成为了中南海著名的钉子户。你想，林佳梅和习仲勋是同辈，见了习近平都能说你小时候阿姨给你换过尿布，他赖着不走。江泽民、胡锦涛也没办法，他的事情一度让平平非常头痛。这段公私两难的往事，我们下集会细说。贴着东花厅有一座低调却大名鼎鼎的2层楼紫光阁，它最早修在明朝，乾隆年间又好好翻新过一遍。当年这里是皇帝晒功德的地方，墙上挂着功臣武将的画像，桌上摆着赐宴的酒菜。后来新中国也把这份仪式感延续了下来。1955年授衔那天，10大元帅、10大将就在紫光阁里胸前别上了闪闪的勋章。这座楼也见过阴影。文革前夜，那份臭名昭著的516通知就在这里定稿，像是一下子拧开了后来批斗、夺权与迫害的阀门。而如今紫光阁的角色更像是国家会客厅，国务院领导人常在这里见人开会。2019年1月，马斯克就开着特斯拉来到了这，在紫光阁和李克强见了面。会后他兴奋得像个打卡游客，晒了停在紫光阁门口的特斯拉。紫光阁西侧紧邻着一座由老食堂改建的小礼堂，建国初期这里曾作为中南海内部的小型放映厅，每周放电影，座位能容纳400-500人。后来则改造成国务院会议厅，国务院全体会议和每周1次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都在这座小礼堂的1号会议室举行。怀仁堂西边还能见到几栋独立的小楼，统称西四所。
它们原本属于清廷御苑的附属建筑，1949年后则被分配给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为住所。邓小平刚复出时也曾分到一套西4所的院子，但这位未来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反而没住中南海，而是选择搬到城内米粮库胡同11号居住。高墙深院不见得人人都爱，有人乐乎权势中枢的荣光，也有人偏好闹市胡同的烟火气。王局，你也来了。我穿这么严实，你咋认出来我的？来了也行，是得补课了。你们3个好好看，好好学，现在不努力，以后进了社会怎么黑共产党啊？你们看见那边那个人了吗？你也想像他一样，以后就当个常委就行了吗？我们想当总书记。哎，这就对了，那就现在好好学。来看黑板，不是，来看这边这个房子，这是当年。来，我们翻过去，下一个景点是老毛的卫生间。你们真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李洪志，你喝什么可乐？你不学，别人还学呢。我渴。明天给你爸叫来，我看他渴不渴。嘿嘿嘿，王志安，笑什么笑？说他没说你是吧？不是，狗剩，我叫你来不是给我们当导游的吗？嘿嘿嘿，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想起我之前当老师的时候了。现在给你展示一下我当导游真正的技术。变态呀！来到景点该买貔貅了。当年毛泽东就是带着貔貅才上的开国大典。快，一人至少买一个，不然不带你们去下一个景点了。让我们再把镜头拉回新华门。当你走进新华门沿右侧小路前行，穿过一片苍翠林荫，会来到昔日皇家驳船码头的位置，称作南船坞。如今这里是进入中南海的安检区。而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曾一度就住在南船坞旁边一排普通平房的宿舍里。他回忆，当年南船坞宿舍里还住着几位卫生部副部长。到文化大革命风暴骤起的夜晚，康生派出的专案组就会来这里挨家挨户敲门抄查。这些人半夜砸门，气势汹汹，有一次甚至走错门敲到他家，把他和他妻子吓出一身冷汗。在这神秘禁院中，有人一觉睡去是高官，也有人一觉醒来就成了囚徒。经过南船坞西边，就来到了大名鼎鼎的瀛台。瀛台占地23000平方米，地理位置独特，自古以来就是不寻常之地。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慈禧幽禁于此。民国时期，这里也曾风光一时。1913年，北洋政府将副总统公署设在瀛台，副总统黎元洪便住在岛上。到了共产党执政年代，瀛台更添几分神秘色彩。它四面环水，仿佛天然的隔离带，与周边丰泽园、怀仁堂这些核心区域只通过一座桥相连。瀛台上的古色古香建筑群主要包括岛中部的含元殿、蓬莱阁，南端临水的迎勋亭，以及横跨小岛与岸相连的瀛台桥。新中国初期，毛泽东并未把瀛台当成生活重地，一度只是把它作为中南海内部的观景游憩点。然而进入21世纪后，瀛台重新回归权力舞台中央。刚刚说的2014年11月，奥巴马访华夜游中南海，两国元首就是在含元殿前握手合影，又携手移步到临水的迎勋亭品茶叙谈。2011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也邀请访华的美国高中生登上瀛台座谈，并在战须楼前合影留念。1998年，江泽民也在含元殿与英国首相梅杰进行非正式会谈。从瀛台出发，不出300米便来到丰泽园，这是一大片位于南海北岸的院落，占地1.3万平方米。1949年后，成为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大本营。丰泽园院门内迎面是一座气派的大堂，匾额写着颐年堂，就是颐养天年的意思。毛泽东在丰泽园后面菊香书屋住下来后，颐年堂就成为他日常办公、召开会议和会客的重要场所之一。颐年堂面阔5间，黄瓦飞檐，颇具皇家气派，是丰泽园的主体建筑。新中国成立初期，毛经常在颐年堂召开高层党内会议，接见外宾，举办家庭宴会。1955年日内瓦会议前夕，毛泽东就在颐年堂设家宴为周恩来他们饯行。他曾在此接见过印度总理尼赫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进入70年代，颐年堂又见证了文革后期的一些风云变幻。1973年，中共10大召开期间，主席团的一些小范围座谈就破例安排在了颐年堂。为啥呢？因为那时候毛泽东身体已经不行了，虚便便都不太听指挥，不能长时间在人民大会堂，所以就选颐年堂单独召见元老和新贵，酝酿人事布局。江青们也顺势把这里当舞台，打着文艺革命旗手的招牌，一场场文艺座谈说开就开，对一众老艺术家指点江山，吆五喝六。口口声声要打倒旧制度的人，转身却在这座旧式殿堂里摆起了新制度的女皇派头。颐年堂不光见证风云，还看尽戏里戏外的人情冷暖。文革结束后，颐年堂重归平静，
改作国务院和中办的小型会议室使用。80年代，胡耀邦任总书记后，嫌自己住处离人民大会堂太远，他一度搬进了紧邻丰泽园的勤政殿办公。穿过丰泽园西北角的一扇月亮门，眼前豁然开朗，碎石小径蜿蜒穿行于假山池沼之间，古木扶疏，花草飘香。这片所在就是素有园中之园美誉的靖谷。靖谷占地不大，却是中南海风景最秀丽清幽之处。入口处伫立着一株奇特的连理古柏，2棵树盘根错节。靖谷内点缀着精巧的亭台轩榭和玲珑山石。乾隆皇帝曾为靖谷题写楹联，称颂其梵境佛国，恰如其分地传达了此地的空灵幽静。如此静谧的天地，在20世纪中叶却成了政治人物沉浮的背景板。靖谷西侧临水涧有一组布局奇巧的水上建筑，因平面呈万字形，俗称万字廊。万字廊主殿坐北朝南，南侧4条回廊深入水面，迂回曲折，俯瞰恰好成一个万字。万字廊建于慈禧太后60大寿的时候，供老佛爷祈福静修之用，带着浓浓的宗教意味。新中国成立后，靖谷的万字廊迎来了新的主人刘少奇一家。1949年秋，中央领导进驻中南海时，刘少奇本人正在苏联访问，未能亲自挑选住所。他10月回国时，夫人王光美已替他将万字廊打点一新，迎候入住。刘少奇笑称自己坐拥园中园，美景当前。1963年，刘少奇一家搬出了万字廊，转至中南海新建成的西楼大院居住。对了，此处的西楼并非前文提到的中办西楼，而是当年为刘少奇兴建的一处独立院落。万字廊则调整给时任中办主任杨尚昆入住，杨是刘少奇的得力助手，住这里也方便随时为主席跑腿办事。3年后，风暴骤然降临。1966年文革爆发，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首当其冲被打倒。1967年，王光美被捕入狱，刘少奇本人身患重病，被幽禁在靖谷另一处小院福禄居的临时房中，境遇凄惨。此时靖谷里的万字廊早已人去屋空，却仍未能幸免。造反派将刘少奇夫妇曾经居住过的万字廊视作修正主义巢穴，对他大肆冲击破坏。文革后期，这座清代精巧的古建筑在混乱中被彻底拆毁，连同刘少奇晚年忧求的福禄居一道从地面上抹去。曾陪伴建国元勋的万字廊就此香消玉殒，只留下水边几块石柱的基座。万字廊的命运与刘少奇的沉浮紧紧相连，他见证了刘少奇坐拥美景、位极人臣的风光岁月，也随他的政治生命终结而灰飞烟灭。文革结束后，中南海进行了部分整修，但万字廊始终没有重建，仅在原址象征性的立了一座小亭供人凭吊，纪念那段往事。80年代中南海曾短暂对公众开放，靖谷一带允许游客驻足片刻，许多人在那株连理古柏前合影，感叹大自然的神奇与历史的无情。山水可以陶冶性情，却难以撼动残酷权斗；美景能点缀权力，却掩不住历史滚滚向前的铁蹄。打倒反革命，打倒封建余孽，打倒资本主义走狗，打倒反革命，打倒封建余孽，打倒资本主义走狗。同志们，咱们冲进去，把害虫抓出来批斗。这里面一看就是住着社会主义的蛀虫。这是主席家。毛主席万岁！我们换个地方，我刚刚看错了，这里面一看就是住着伟大的领袖。打倒反革命，打倒封建余孽，打倒资本主义走狗。这不是主席家了吧？这是刘主席家。主席就主席，还他妈刘主席！同志们，进去烧光、发光、抢光！打倒反革命，打倒封建余孽，打倒资本主义走狗。离开靖谷，绕回宜年堂后身，还能看见一座不起眼的2层小楼，名叫寒河堂。毛泽东把自己大量的藏书和档案都存放在那里。再往前，拐入一条幽深的甬道，不出20步，一个清幽的四合院映入眼帘。院门上悬挂木匾“菊香书屋”，两侧挂着一副对联：“庭松不改青葱色，盆菊仍爆清净香”，透出浓厚的书卷气。这里原是清代帝王读书的地方，之前叫紫云轩。1949年11月，毛泽东搬进这座四合院，定为自己的官邸兼办公室，一住就是17年。菊香书屋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格局，北房5间为正房，成了毛的卧室和书房，东西厢房分列2侧，南面的倒座房叫松寿斋，周恩来出入中南海时曾在此暂住。后来搬出后，这3间房改作毛家的客厅。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度过了他掌权生涯中最长的一段岁月。在这不起眼的小书屋中，他批阅文件，接见干部，安歇起居，酝酿那些给中国人民带来各种灾难的运动。走进毛泽东的菊香书屋正房，会发现内部布局颇为奇特，
北侧正房实际上被隔成3部分，中间一间是毛的参室，东侧一间是他的卧室，西侧则留给江青当卧室。江青卧室的墙上暗藏着一条夹墙小过道，通往后方相邻的藏书楼、寒河堂。书屋东边还有一间毛专用的小办公室，通过走廊与卧室相连。但据说毛几乎从没在那张办公桌前认真办公，他更习惯坐在床上或沙发上批阅文件。书屋南边还连接着另一组小四合院，是江青和毛的2个女儿李敏、李讷当年的住处。不过毛泽东夫妇对儿女颇为疏于照料，这2个女儿大多寄宿在外，很少有机会回中南海与父母享受天伦，颇有帝王贵胄、父女相见尚需奏准的味道。菊香书屋里还藏着毛泽东生活的诸多细节，透着他与众不同的习性。比如毛一辈子保持着之前习惯，不爱用抽水马桶，嫌坐式马桶别扭，坚持使用老式蹲坑。据毛身边人回忆，毛泽东甚至在丰泽园家中让人为他特制安装了一款陶瓷蹲便。上世纪80年代，菊香书屋旧居曾短暂对公众开放，有参观者至今对那盘踞在地面的老式蹲坑记忆犹新，真正感受到了当年菊香书屋里主席的菊香。丰泽园里还有很多建筑，院落西侧还散布着和风汇露亭、崇雅殿、静气轩、怀远斋、春藕斋等一系列景点。习近平会见卢卡申科的纯一斋也在丰泽园里面。怀远斋早年是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的办公处，1949年后，毛泽东把它改作中央高级干部的娱乐活动场所。开国元勋们曾在此聚会、打桥牌、唱京戏。春藕斋是一座临湖而建的小书斋，名字取意于附近荷塘的莲藕。民国时期，春藕斋曾用作总统秘书处，建国后则摇身一变成为中南海里的娱乐场所。毛泽东有举办舞会的嗜好，从50年代起就经常在中南海开舞会，其中春藕斋便是主要场地之一。毛时代红墙内灯红酒绿夜生活的好去处，大概就是这个春藕斋了。下集我们会讲春藕斋的故事，里面有你们想看的。在菊香书屋旁边有个有趣的地名叫西巴所，西巴听起来好像有点别扭，其实这是乾隆年间建造的8排平房宿舍，民国时期拆除了其中6排，只剩下南北各1排，故称西巴所。毛时代，西巴所被改造成丰泽园生活区的配套设施，西头一间用来做毛的乒乓球室，东头几间则分别是医生办公室和医护人员休息室、机要秘书办公室，以及毛的侄子毛远新的住房。北边一溜房间成了毛和江青的更衣室和礼品库，专门堆放各国领袖赠送给毛的珍贵礼品，比如卡斯特罗送的大香雪茄，齐奥塞斯库送的陈年白兰地，伊朗国王巴列维赠送的金银烟盒等等，琳琅满目。这个礼品室由毛的机要秘书叶子龙负责清点保管。西巴所小院环境清幽，种着雪松、翠竹和葡萄架，这里既是毛的生活后勤基地，也给工作人员提供了日常办公空间。一些小细节特别能体现帝王气派。院墙东侧开了一道小门，通向毗邻的勤政殿。毛泽东当年常从此门抄近路，去勤政殿会见外国使节。院墙南侧也开了一道小门，正对着南海湖中的瀛台。门内是一块菜地，西巴所附近过去还散落着一些平房宿舍，供毛的卫士和江青的护士居住，方便随叫随到。从最新的卫星图看，这些老旧平房如今已经拆除，可能改建成了绿地或新楼。毛泽东俨然一位现代皇帝，这一片丰泽园就像他的寝宫禁院，身边侍从人马成群伺候，前后门各通向不同的机要重地。李志绥医生刚调进中南海时，活动范围就被限定在毛宅附近，从门诊部到自己宿舍2点一线。安保森严之下，他只持有乙种通行证，只能在指定区域走动。西巴所紧挨着的是勤政殿，它本是清顺治年间修建的一座皇家正殿，取意勤于政务，皇帝上朝办公都要路过它。新中国成立初期，勤政殿还沿用了几年，但此后因年久失修而闲置。70年代，时任中办主任汪东兴动用职权，打着改善领导住宿条件的旗号，将破旧的勤政殿拆除，在原址盖起了一栋带西式豪宅风格的新楼。他自己搬进这栋新楼安享清福。建这楼花费巨大，耗资690万元人民币。要知道，当时普通工人月薪才50多块，汪主任这一栋楼的造价甚至是同期人民大会堂每平米造价的2倍。1976年粉碎4人帮后，汪东兴一度春风得意。然而好景不长，1978年他被免去了中办主任，80年正式被踢出了权力核心。汪下台后，这座豪宅被收归公用。1980年3月，这座新勤政殿正式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楼启用，从此这里承接了西楼的部分功能。中央书记处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等党务中枢机关都集中在这里办公，勤政殿也真正成为党中央中枢神经所在。1982年中美建交不久，邓小平邀请尼克松访华时，就在勤政殿的小会议室会见了他，还风趣地说，
这里就是我们的白宫了。据说尼克松环顾室内陈设的清代字画和紫檀家具，一直感慨中国领导层工作环境好。勤政殿南门上，康熙皇帝写的德昌门匾额高悬至今，门楣上的德泽昌盛四字，如今寄予着新的期望，唯有勤政为民，方能德昌业隆。这座古老与现代并存的殿堂，见证着共和国统治中枢的变迁，也暗示着权力更替的微妙。每当名字轮换，格局再造，红墙内外总会掀起一阵新的风暴。在勤政殿所在区域以及中南海各个重要建筑，遍布着各种地下通道，各主要建筑都有神秘入口通往地下深处。这项绝密的地下设施代号519工程，是毛泽东末期一项极具冷战色彩的绝密工程。519代号取自1969年5月19日工程开始的日子，它直接源于中苏关系骤然紧张的历史背景。1969年3月2日，中苏两国在黑龙江珍宝岛爆发武装冲突，擦枪走火，震惊世界。毛泽东意识到苏联这个北极熊已成心腹大患，当年全国闹起备战风潮，毛泽东发出著名指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王。在深挖洞的口号下，一场空前的地下工程悄然在北京展开。中共中央调遣工程兵在中南海及其周边秘密构筑起一个庞大的地下隧道网络，正是519工程的主体。根据李志绥的披露，519工程的隧道宽度可并行开4辆汽车，如此夸张的断面，是为了在战争来临时中央领导能跑得快点。隧道路线据称沟通了人民大会堂、天安门、中南海、林彪当时的驻地毛家湾，一直延伸到北京西郊的西山，构成一个地下交通网。隧道的一端还连接着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大楼地下的战备医院。毛规划若苏军或美军从空中打击北京，他和中央军委可退守西山地下指挥部，305医院地下的手术室可作为战时紧急救护所。可以说，这套工程就是中共高层的地下龙宫。一旦地面陷入火海，他们便能钻入地洞逃生指挥。在两强夹击、核战阴云笼罩的冷战晚期，毛泽东以最高规格打造了这座供自己和同志们避难的地底世界。1976年9月9日深夜，毛去世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永久保存遗体。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几位专家被连夜召来，他们从毛的股动脉向遗体内灌注了2升福尔马林，以防腐烂。之后，毛的遗体通过这条隧道秘密运出了中南海，到达人民大会堂。毛的遗体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完1周吊唁后，在9月17日午夜，华国锋、汪东兴他们又护送老毛遗体通过519工程的地下通道，抵达305医院下方的地下医院。在那里，早已准备好的专家们立即将毛遗体抬进手术室，开始正式的防腐处理。直到1977年天安门毛主席纪念堂建成，毛泽东遗体才进入水晶棺展览。中南海核心区早在地铁建设之初就接入了地下隧道网络，在地铁2号线宣武门站与和平门站之间隐蔽分出一条向北的单线隧道，直接链接中南海地底。这条绝密支线被称为宣和副线。宣和副线在环线正线的岔口处设有厚重的钢制隔断门，长期锁闭，平时列车不进入此线。这条线直接由解放军中央警卫部队8341部队管辖。大鱼大肉每天往中南海运，多显眼呀！所以宣和副线至今仍承担中南海内部物资运输任务，通过地铁专列为中南海内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运送日常所需的特供、粮、油、菜、肉，还有其他生活物资。同时，中南海地下路线还可以通过北京地铁1号线一直开到三家店与神秘的京原铁路接轨。这是一条特别给中共领导们设计的从北京逃到太原的路线，全长约419公里。从三家店火车站出发，沿京原线的铁轨可以一路向西南，穿越太行山脉，通达山西北部，形成战时从北京直达晋北内陆的运输走廊。一旦中南海失守，国家领导人和部队可通过地铁转入国铁，再由这条隐秘的山区铁路向腹地转移，让领导先走，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车的动力安全也不用担心，领导早就用上了混动的列车。1971年，湖南湘潭电机厂特制了2台柴油电力双模机车给中南海。这列专列由4节 DK3 型地铁车辆改装而成，内部设有会议室、卧室、卫生间。混合动力车可以在地铁供电中断的紧急状态下直接驶出地下铁路，开上没有第3轨供电的国铁继续行驶，保证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中央首长能够从中南海乘专列撤离，经地铁隧道直通国铁京原线，避难至太行山深处的战时指挥所。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人虽然总能相信自己能活到150岁，可偏偏半路就嘎。1976年10月，毛去世后的权力真空期，他留下来的人马就遭了殃。华国锋和叶剑英密谋收拾了张春桥、江青等4人帮。10月6日晚，他们利用怀仁堂作为陷阱，
借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通知四人帮前来开会。当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依次踏进怀仁堂会议室时，早已埋伏的中央警卫人员立刻上前，宣布对其隔离审查，当场予以拘押。与此同时，江青因为没有出席会议，华国锋派人直接闯入他在中南海春藕斋西侧201号楼的住所，把他给抓了。顷刻之间，老毛的四人帮被一网打尽。还好老毛没有活到150岁，让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为了将这伙人秘密羁押，四人帮分别关押在中南海地下519工程内的不同小房间里，由8341部队派人严加看守。生蚝永远想不到，保护他的壳变成了盛他的碗。毛主席当年为防中南海被攻破，挖的御敌地道成了他老婆江青和党羽的监牢。华国锋等随后在京西玉泉山紧急召见政治局委员，通报逮捕情况，无人提出异议。江青被压在冰冷的地下室1个月，直至1976年11月，四人帮被转移到秦城监狱。毛泽东曾问过李志绥，如果敌人从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夹攻中国，我们怎么办呢？519工程就是他给自己准备的答案。然而他自己没等到外敌攻击就挂了，遗体和亲属却先后让这工程派上了用场。当地面的红旗招展，群众高呼万岁时，领袖却悄然准备一条地道以防万一。当报纸电台宣称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红卫兵排山倒海要和他闹革命的时候，毛泽东设想的却是如何快速躲到隧道，在危险的时候第一时间逃跑。今天关于中南海的故事没有讲够，红墙深处的明争暗斗仍在继续。斯人易老，墙里秋千墙外道。下集领袖的中南海，从老毛的泳池舞厅到习近平的新布局，我们将一路挖掘中南海的建筑和故事，从毛泽东隐居的泳池馆、寻欢作乐的春藕斋，到江泽民在怀仁堂引吭高歌，再到胡锦涛10年如一日的中规中矩，最后回答我们最开始提出的问题：习近平为啥悄然迁出瀛台，在丰泽园西北角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这些细节将折射中国最高的权力逻辑。红墙不语，但空间会说话。我们下集见。不好了，不好了，主席驾崩了，我们怎么处理啊？能怎么办？我们前2天不是刚做过实验，按那个来就行。行，那我叫人去准备。这是前几天的实验数据，你们按照这个来：食盐200斤，精硝5斤，白糖20斤，白酒酱油300斤，腌制入味。不对，应该是涂抹均匀。这么说好像也不对，反正你们看着来吧。太神秘了，这可能就是传统中医的博大精深吧。这一步更精妙，居然要加花椒、茴香、桂皮的粉末。我第一次知道中医用这些东西防腐。这个好像是做腊肉。你懂个屁呀！你懂中医吗你？来吧，同志们，动手吧。我这次出去旅游，给大家带了点中南海土特产，都来拿点。